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部从嘉义来了10多年没有发动的 W132-2801的缸压第2次测试。那第一次测试呢，是大哥在这个引擎10多年没有发动的时候所做的缸压测试。那第一缸7.5，第二缸只有4，其他的3、4、5缸都在8、8.5左右。那经过大哥引擎喷油盘整修完成，然后做引擎测试，然后发动了前后将近应该有3、4个钟头之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缸压测试。那我们来看看到底经过引擎运转以后，大哥也换了机油，那也经过3、4个小时的正常的引擎运作以后，我们来看它的缸压变化。那首先，我们先来进行第一缸的缸压测试。它原先的缸压是在7.5。OK， 我们现在来开始进行第一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哦，不错，第一缸的缸压已经恢复到10了啊，这是很标准的哦，它有进步。我们最担心的是第二缸的缸压，因为它第二缸的缸压在引擎10多年没有发动之后，它的缸压是4 kg/cm 平方。我们现在来看看现在第二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不错，第二缸的缸压也在10哦，它进步了，从4 kg 进步到10 kg， 它拍。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缸的缸压测试，因为第三缸的缸压我们在第一次测试是大概在8.5左右哦，我们就来看看第三缸的表现如何。OK， 好，开始。第三缸的缸压已经到11了，从8.5到11，完全符合标准，都没有积碳的现象，很棒。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4缸的缸压测试。好，开始。第4缸的缸压也相当棒，在11。它原来第一次测试大概是在8.5左右，很棒，完全没有积碳的现象。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第5缸的缸压测试。第5缸的缸压原来也大概在8.5左右。OK， 好，开始。第5缸的缸压在10.5这完全是教科书上面10到12 kg 的数据。经过这次的测试第6缸因为它的火星塞是斜的我们看到它是斜的，所以第6缸大哥的测试工具没有办法测试，因为它太长了。那从第1缸到第5缸的测试比较，跟第一次的测试，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引擎在10多年没有发动，它的机油是干的，所以说它的气缸的密封性是不好。那经过大哥换机油，那引擎运转4、5个钟头以后它的缸压都回来了。那我们得到的结论，第一个，它并没有积碳，而且缸压非常漂亮。那第6缸我们没有测，应该跟1到5缸大概数据都差不多，是教科书上面的数据，也就是10到12 kg/cm 平方之间，不能低于8.5。那它第一次测试，第1缸7.5，第2缸4，第3缸到第5缸都在8到8.5很明显，它这个引擎是正常的。但是其实有个缺点，这个引擎我们来看这个火星塞。它的火星塞除了第1缸的吃机油状况稍微好一点以外，2、3、4、5、6缸都严重的吃机油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
火星塞电极旁边那个圆铁圈上面都是机油。OK， 这是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它不是活塞环的问题，它是气门油封啊。气门油封，因为经过这部车子有41、2岁，气门油封已经硬化了，所以它气门的密封性，气门的漏油的密封性不好。那这问题呢，其实因为大哥在做运转测试是非常正常，而且调速也是相当稳定。那它是有吃机油，那吃机油的话，也有个缺点，它阻碍燃烧。那它高速其实无所谓，低速的话，引擎热了以后，那它泄漏的机油会比较多，从气门油封那边泄漏下来。那这个问题呢，当然如果要处理，就是把气门上半座从火星就大概从这个位置这上面这一段要处理它的这个气门的油封换掉，那这问题就完全健康。那引擎的部分，它泄漏机油并不多看起来还是很干净的。那这个气门油封这问题是自然现象，因为它已经41、2岁了，你要让那个橡胶不硬化，我看都很困难。那无论如何，这部车子是健康的。那这车主将会在大哥把它打扮得漂漂亮亮之后里外都整理过一遍，然后呢领完牌，因为现在是临时牌，领完牌以后在台北这边领完牌，那直接就开回嘉义了。就让这部车有一个重新的生活。我们希望他再开个20年，让他在60岁真正成为古董。因为古董车的极限大概从40岁以后就已经迈入古董车的阶段。我们希望这部车它的后半生是很幸福的，前半生是第一任车主，后半生是第二任车子的孙子来好好的照顾这部车子。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